大家好，这里是巴巴娱乐圈。既然大家那么爱看黄景瑜，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再聊聊黄景瑜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黄景瑜，有必要先谈第一个问题，黄景瑜是如何走上演艺之路的。黄景瑜1992年生，算是第一批90后，东北人，爸爸是司机，妈妈是会计，爸爸身材高大，妈妈美貌如花。黄景瑜完美结合了爸妈的优良基因，小时候家里带他出去，别人都哟，你儿子长得真好看。上学时，经常有人到教室门口看他，偷偷递小纸条。再大点，黄景瑜终究没有长残，顺利变成了身高187的酷帅 boy， 样样都好。可就一点，黄景瑜学习不太好，也不能说他是个坏孩子。这里有个事例，00几年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一双球鞋，但要好几百块，他妈妈嫌太贵了。黄景瑜听了后也就放弃买鞋，心疼我妈妈。16岁那年，转折点终于来了，任性如他不再继续读书，选择外出打工挣钱。他从老家坐了3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达上海。一方面他们家那边读书风气真心不高，很多人都是小小年纪出去打工。一方面黄景瑜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，世界那么大，他真的想去看看。年轻人想法是美好的，可生活就要对这个帅气 boy 动手了。没学历，没阅历，能在上海干什么？要生存总得工作吧。初到魔都的黄景瑜干过许多工作，餐厅服务员、烤肉店员工、工厂小学徒，卖过运动鞋，电台打过杂。也有那种时候，工作没找着，钱又花得差不多了。有时黄景瑜站在人民广场马路边上，默默地看啊看，高楼大厦，车流不停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仿佛很急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但谁让他是黄景瑜呢？注定和普通人不同命运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跟他说，你个那么高，长得又不丑，不如考虑去做模特。这个朋友刚好认识个模特经纪人，把黄景瑜介绍过去。黄景瑜顺利成为模特，开始拍照片走 T 台。模特这行干了几年，算顺风顺水，直到某天，转折点又来了。他接到一个朋友的消息，说北京有个戏要找演员，你不如去试试。非科班，毫无表演经验，黄景瑜就这么去了。到那儿人家看他一眼，也没让他试戏，一拍板，就你了。其他演员大多科班出身，或多或少有表演经验，只有黄景瑜初中毕业。黄景瑜大概也不会想到，这部戏将让他一夜爆红。这部戏叫《上瘾》。到此，我们可以来答题了。黄景瑜如何走上演艺道路？答案已经出来了。上天不会埋没真正好看的人，模特经纪看一眼就知道他可以当模特，试镜导演看一眼就知道他可以上镜演戏。明明有那么多学过的、有经验的，偏偏挑了啥也不会的黄景瑜。还是陈正道说的最直白，黄景瑜天生吃这碗饭的。他走上演艺路，全靠极佳的个人硬件。或许有人要反驳，他不过是运气好，运气是挺好，拍一部戏就火了。但我又想到星爷评价张柏芝的话，就算我没发掘他，也会有别人发掘他。有些人天生要当明星的，早晚而已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娱乐圈从来不缺帅哥，黄景瑜又独特在哪儿？黄景瑜帅不帅？我想毫无争议，但长得帅的人多了，黄景瑜绝不仅仅是靠帅，帅是必要条件，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。黄景瑜能够脱颖而出，还贵在一份独特的气质。气质的构成有2方面，外在和内在。外在不用太多说，身高187厘米，和很多男星比都算高。身材不是线下流行的单薄病娇，而是很厚实精壮，属于脱衣有肉，穿衣显瘦。所以黄景瑜很有男性阳刚气，荷尔蒙爆棚的感觉。长相吗？很自然舒服，够天然，和那些整容脸完全不是一挂。同时又不至于帅得过分精致，五官拆开来都不算出众，拼在一起就恰到好处。一笑露出小虎牙，有点校草的味道，感觉是体育学院出来的大哥哥，有种很舒服的阳光少年气。声音吗？很舒服，胜在有股天然的酥，一开口就像在调情。顺利成为继朱亚文之后，本人心中第2酥的声线。综上，黄景瑜的硬件决定了他可慢可酥，可霸气可温柔，成熟中带点呆萌，阳刚中带点清新，种种属性无缝切换，毫无违和。换句话说，可塑性很强，辨识度很高。他可以演《红海行动》极端强调男性气息的硬汉，
也可以演上瘾，怕不是个傻子的大男孩。至于内在对气质的影响有时更大。你现在的气质里，藏着你走过的路、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更直接一点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是个什么人，都会不自觉地从一举一动外化出来。外化出来的第一点是比较淡定。黄景瑜说话一般都不紧不慢的。有次记者围堵到他，问了一堆问题。记者突然问：“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”黄景瑜：“不知道啊。”记者：“不知道就可以随便让我踩吗？”黄景瑜：“那怎么办？也不能揍你啊。”请脑补黄景瑜慵懒中带点软的声线。第二点是不太用力。他上综艺，你不会看到他刻意去追求镜头，或者硬凹综艺笑点，那种用力的急于上位感真的没有。别人会没话找话，说一大堆给自己加戏，黄景瑜就是该说的时候才说，不说就在一边听别人说，或者发呆。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上综艺走神了，总之看不到他抢戏的欲望。陈正道对他的评价是，他不是那种很精明、很来事，或者是好像表现出很想要的演员，他比较慢熟，也不会去争，或者企图心表现得很强烈的人。这些能说明一点，黄景瑜追名逐利之心不强。他自己说，金钱在他个人幸福感的形成中只占了1-2成。不工作的时候，一般起得很晚，起床之后先发下呆。家里好多植物，闲下来爱在家里晒晒太阳浇浇花。红海行动在摩洛哥拍，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月，环境非常艰苦，都是沙漠。张译为了吃得好点，甚至自己带了菜籽过去种。黄景瑜却说，一开始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总会有一些像出去春游一样的感觉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如果没他的戏，他是这样的，我就在山上看下面人拍摄，看爆炸，有时也会发呆，看看地上的石子，有的时候睡不着，自己去荒地上、荒坡上瞎逛，一路都光秃秃的，没有什么树，天很蓝，因为实在是没有污染源，我就一路走，看看天，看看早晨的阳光，看看一切，看看大自然。理想生活是到处走走，全世界旅行，最喜欢坐在马路边上喝酒那种自由的感觉。如果不拍戏的话，想去海边开个小酒馆。说明什么？黄景瑜骨子里就是比较闲散，追求自由的人。他出身实在不算优越，却偏偏没有底层上来的那种焦虑和急迫。明明是苦过来的人，却偏偏有种富二代的云淡风轻。人生态度闲散是好是坏不去评价，但过于闲散可能会让人生整个垮下去。可是黄景瑜却走到了今天，肩扛36亿票房，演了一部被称为国产偶像剧之光的爆款剧。比同样是上映出来的那些人，到底还是黄景瑜走得最好。要找原因，一个当然黄景瑜个人条件很优越，另一个可以用黄景瑜自己的话来说明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这么宽的肩膀上不是穿衣服用的，上面是要扛责任的，这是支撑他不随着自己本性闲散下去的主要原因。在我看来，黄景瑜应该没有很明确的目标，比如我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高度，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东西。他做的不过是没有逃避和推卸，不过是一直在走。他知道要做好自己那一份尽到应尽的责任，赚了钱先给妈妈买房子，把爸妈爷爷奶奶安顿好，让他们过得开心。拍戏就真的好好拍戏，不怕吃苦受累，不追求流量和快速捞钱，相对来说脚踏实地。说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只能说在同行衬托之下显出了他的可贵。甚至对于陌生人，黄景瑜也有某种关怀，有时候会很较真。他在一期节目中，为了帮一位老人保住小狗不被抱走为没有狗证，真的和大妈快吵起来了，两个人越说声音越大，大妈也就算了，黄景瑜作为一个要维持形象的艺人，他竟然完全不怕镜头拍下来。之后果不其然被拿来各种取标题，不伪装，感性，是我能看到的。怪不得和他合作过的导演张猛、演员张译都说他特别真实。如何解释他为了老人的狗能和大妈在节目中吵起来这一行为？要知道，曾经有个主持人用更挖苦的语气问他上瘾同性恋的事情，黄景瑜都没有动怒。黄景瑜其他采访中谈到自己刚来上海时的经历，说过这么一段话，我想大概是他生气的原因。所以我现在对这种年轻，就是很小的小孩子和老人都比较，就能帮忙都会帮忙。有些时候你的一些微小的举动，可能对你造不成任何影响，
但是可能在他的世界里就会有一缕阳光照进来，但是那一缕阳光可能对他特别的重要，可能会改变他后面的一些生活。这就是黄景瑜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不管您是想骂还是想夸，我都真诚的邀请您在下面留言，我会一一回复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